你是高峰吧？警察不让我讲，我觉得你该知道，你爸不是病死的。说吧，为什么找我？你都知道什么？跟那个遛我的人什么关系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叔叔死得不明不白的，警察来了，我才知道叔叔的名字，我一直很难受。那天我想去找找他的家人，就这样。你爸死了，你一点不难过吗？是养父。那你帮我多管一些事儿好。等等，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？雕像被撞开的那天，你爸就坐在这儿，他好像在等人，但是那人没来。后来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有点急了。弄什么人？我没听清，好像是个女的。过了2天，警察来了，问我那天发生了什么，我才知道，叔叔他……警察不让我对外讲，但是我觉得，作为家里人，总应该引起点注意吧。你别想多了，跟你没关系。有关系。我要是多问一句就好了。那天，叔叔在这哭了，我第一次见一个老年人哭得这么伤心。我看书上说，习惯是骗不了人的，即使是领养的，朋友关系也很好吧。那天，叔叔一个人在这想事儿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动作。我叫高峰，一个孤儿。孤儿不一定是一个结果，一个句号，也有可能是一个问号，是不知道寻找谁的寻找，不知道牵挂谁的牵挂，是看到任何寻亲案都感同身受的痛苦，是把所有悲剧往自己身上联想的暴躁。在找到答案之前，我选择做孤儿。美女，到你。谢谢。没事。啊，再见啊。你好，我去哪儿啊？你这个行车记录仪记录能存多久？上周老头走了那天，记录还在吗？不是峰哥，我真没骗你，我真的只在了高速去过松赞花园。我知道，还得多查几个的哥，看看他坐过谁的车，去了哪儿。峰哥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算我包你一天车行吗？不是哥，
你别逗我，你哪来的钱啊？哥，到了。扯淡！松江花园哪那么快到？快点开！哥，真的到了。是我让东子带你来的。公墓在 C 区第7排。等下你跟我去磕个头，上炷香。我不管你在外面搞什么事儿，老高家的规矩不能坏。坐下来吃饭吧。你一个大忙人，不敢耽误你太长时间。他找到我妈了，对吗？他让您发毒誓瞒着的就这件事儿，对吗？我从小我都能感觉到，老头特别害怕我找我父母。我看过的领养证明公章是假的。是，有一段时间我是不找了，总往外跑。因为老头还在的时候，我怕伤了感情。但是现在，老头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瞒着我？为什么您跟素民都这样？行，您要是不愿意说的话，我也不会为难。往后我要走了，你也别拦着。你出去，出去！你不配吃我们老高家的饭。从骨科和牙科扩大排查范围，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分头做吧。跟我，不用跟。这家里就够乱，回家陪你妈去。什么情况，师傅？这人谁啊？上车。苏民，能聊会儿吗？我也实在不知道还能找谁了。9点整从咖啡厅离开，9点19分到达人民医院，取消了下个月的化疗。10点38分到农业银行取出300块现金，其他的钱转到张金卡上。11点20到五一路菜市场买菜，重头是花270块钱，买了4斤上等的内蒙牛肉。12点50分到老城农贸市场，花22块钱托熟人搞到1/4瓶百草枯，然后就去了松江花园，最后回到老房单元楼。所以说，在这些时间点里边，这个还有这2处地方是重点。高大华在这2处见的人里边，很可能有我生人。你听了吗？不了。但是高说的是，于公来说，他不是刑事案件，不归我管，这是纪律。于私，尊重高说的遗愿，有些话不能跟你说，这是情分。行，宋明，算别狠。和高叔认识，我就坐在那儿。那年我8岁，我和我亲生的父母来宾川旅游。可以呀，你小子啊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米饭长大个儿。辣子鸡来喽！
我记得当时菜就上了个辣子鸡，我爸正说着咬了一嘴花椒的时候，突然间就冲出来2个带刀的人。干嘛？来！之前我一直以为他们在广州打工，后来追悼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们是缉毒警，来滨川是为了陪我过个暑假。这些高叔跟你讲过吧？不让你考警校的时候，他们走了之后，偷偷的来过几回。我记着，有一回快打烊了，高叔用剩下的鸡汤给我做了一碗面。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。后来我调到滨川，也就是为了高叔的这口面。现在人没了，吃不到了。是，咱俩都是孤儿，但是你最起码记得你爸妈的样子，记得他们跟你说过什么话，记得他们跟你吃的最后一顿饭。我呢，我脑子里只有我妈那些破歌，连我妈是扔了我还是被偷了孩子我都不知道。我小时候没完没了的瞎找，后来长大了想当警察，想考警校，高大华不让。民政局寻亲网站我也登记了，我就把自己 DNA 留下，我就想着哪天谁出了什么事儿，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亲戚？啊，最起码让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。宋燕，咱们这些孤儿，就好像雨水，最后可能都是落在同一片烂泥地里。但我就想知道我是从哪片云上飘下来的，可以吗？有的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自由。回去吧，陪陪你妈，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。我跟老太太说了，别掺和我的事儿。还有你啊，找我。高峰，你这么纠缠有劲吗？那咱俩换啊！我当烈士子女，你被所有人糊弄。你，高峰，你给我站着！为了所谓的真相和一个从未见过的生母，你真的不惜伤害到身边的人吗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高叔最后去的松江花园，是为了你。那天在松江花园，高大华见的那个人是你，是吗？我请你给我当间谍，有半年了吧？这臭小子，
又飘出去了。这回啥时候回来呀？叔叔，其实我和高峰真的没关系了。小炒肉，红烧牛肉，还是老样子。等他回来，要是没坏，我餐他外卖去。是给你的。叔叔，我要离开滨川一段时间。高峰那儿，你多陪一陪，一起开酒吧，一起租房。在我们那个时候啊，早该结婚了。没想瞒你，但高叔都怕你知道难受，我也是。那天高叔临时叫我出去，又说那些话，我也是的，应该多留个心眼。行，你们都心疼老爷子，就我一个混蛋，对吧？那麻烦各位，以后别管这个混蛋的事儿了，行吗？去查吧，不查完，心不定。成天在外面飘，哪天被熊吃了都不知道。咱俩现在是雇佣关系，你死外头，我得赔。车还在老地方，油钱自付。到点了回来上班。按什么呀？你要着急，按个翅膀你飞过去呀你！傻了吧唧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们平时也不这样。哎呀，咱们这个滨川人还是蛮有素质的。我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很多年，我也是滨川人。原来是。长路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？你真的不找警察了？警察早就在查了，更重要的是，那个孩子自己想查，他想知道他是谁。就够了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高峰，你瞎了吗？门口暂停营业的牌子看不到啊？上楼吃火锅。查的怎么样了？
情况好，就当是给你庆祝，想说不说随便你啊。高大华找到我妈了，老头的遗物，老太太给藏起来了。除了这张照片，其中还有老头的手机，密码是他给我定的生日，手机里有个号码，他临死前一直在打。你怎么能确定这是你亲妈？这是我生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照片上面有咖啡渍，老头带着他去过咖啡厅，他最后就是在等我妈。高大华一直到临死之前都还在找他，可他就是不让我见他。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总喜欢往外跑吗？以前老太太带我去看过一个刚生孩子的阿姨，我好奇我就问她，那一排保温箱里的孩子，你是怎么认出哪个是自己的？她告诉我，不是靠看的，是靠闻的。妈妈靠近孩子的时候，能闻到自己孩子身上一种奶乎乎的、甜甜的、血亲的味道。这味道我在滨川这么多年一次没闻到过。最接近的一次呢，是去了西藏，我就迷上这味儿了。后来没事儿就往外面跑。现在就在勉强，为什么不找？如果真的像你猜的那样，那手机里面应该有你妈妈的电话记录。你不敢？如果就在滨川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见我。他还给我送了生日蛋糕，可是高峰，其实你这么纠结，让我羡慕。我到现在都能清楚记得我离开家的那一天，我爸妈正在陪我弟弟玩，用后脑勺对着我，像对一条狗说话一样，说就算我要离开，也要把都掏干净了再走。我连纠结的机会都没有。10年了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迷茫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连一点犹豫都没有。现在你妈躲着你，也许是因为她也在内疚，在害怕。但是高峰，后面的每一天，我都无比的庆幸。庆幸自己迈过了那一关，现在是你的关，穿过去，或许就是黎明。别害怕。妈，我不是。那你是谁？你就可以找到他。火车的声音。
我已经在车站了。哎，干嘛呢，诺妈？你有没有把报安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很熟嘛。喂，出事了。干嘛了？找苏敏，找苏敏。为什么老头知道死，也不让我找到我妈？我妈就那么让你们害怕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头临死前见的那个人就是他，对吧？您今天要找的也是他，对吗？准备那么多钱，是想让他闭嘴是吗？等我打完吊瓶，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。我累了。这是在你襁褓里的，跟你和那个圆球一起。老头查出病来以后，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非说要替你找。我嫌他疯，把家里的网线都给掐了，他自己跑去外面，在网吧里面还继续偷偷摸摸的找。我的身世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他怕你承受不了。孤儿大多数是没人要的，查出来万一结果不好，就不告诉你了。不是的，他来找我了。要是真的，老头也就不至于死了。假的，诈骗。我们被骗过很多回了，这次要的钱是最多的，10万。他所有化疗的钱，加上我一个定期。高峰，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，肯定会刨根问底。所以老头走了以后，我就不停地给骗子打电话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钱我可以不要，命也不用他偿。我就是想找到他，让他跟你说清楚，老头是怎么死的。一直到昨天，他回了我电话，跟我约了地方见面，说要单独谈谈。这是你男人给我的钱，我一分没动。别拿出去！你别这钱我抢回来一点儿，完了你点点，还差多少？剩下的就让警察去查吧。这些钱是你的，就算是我们高家给你留的最后的一点家底。话我都说完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？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在想，他为什么要让我发毒誓？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瞒着你？直到昨天闹起来的时候，我一瞬间明白了。我那时候想，如果我死在那儿，我也不会让你知道。你要是知道我们两个都是为了你丧的命，你下半辈子怎么过呀？你比别的孩子敏感，你会自责。你跟老头真的太像了，都是煮熟了的鸭子，嘴还硬。
嘴上说着不为对方好，心里偏偏又挂记着对方。这手机，你一直在打这个骗子的电话，但是你没看这里面有老头子给你留的一段视频，你找找。儿子，你爱吃的红烧肉，我今天教会你一遍，即便我学不会的，你就多熬几遍，反复看一看你就学会了。还有这肉啊，武夷市场的那个他家的好。开始了啊，看好步骤啊。要稍微过一下，香味出来了，闻到没有？老爸呀，真的很想给你当一个好爸爸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你说咱这两个人啊，别扭了一辈子，到最后啊，还别扭着。要是有下辈子，要是有下辈子，咱都变变啊！以后啊，别老往外跑了，回家陪陪你妈。她这一辈子啊，不容易啊。这是我照着做的，颜色还是不太好，你试着尝尝。儿子，你爱吃的红烧肉，我今天教会你一遍，即便我学不会的，你就多熬几遍，反复看一看你就学会了。是我们不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不该对你藏着掖着的。其实话说开了就好了。老头子说，眼窝呀要深一点儿，人生的路是越走越宽的，不能越走越窄。等你漂累了，记着在冰川里还有一个的家。这儿的床铺永远都替你铺着，被子也一直晒的。红烧肉和眼泪混合的咸味，衣服上晒过的洗衣粉的味道，房间里樟脑丸和木尘的味道，混起来，这就是属于我的家的味道。谁呀？干嘛呀？这么早？你生母照片在哪儿？我放弃了，不找了。在哪儿？高峰，现在边川市公安局1009案件专案组依法向你进行告知，后续我们可能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根据你曾经在寻亲网站登记并捐献过骨髓的记录，我们进行了对比。蓬莱广场石狮像下的尸骨身份已经确认了，是你生物医学的母亲。阿姨，您看看，您见到的人是他吗？你男人给我的钱，我一分没动，你都拿回去。是诈骗也好，不是诈骗也罢，你去跟警察说清楚。别拉我儿子下水啊！劝你一句，别管了，你拦不住的。你儿子身上的事很大。
你去跟警察说清楚。哎呀，干什么呢？你不能走！你去跟警察说清楚。他当时戴着帽子和口罩，看不太清楚。那您看一下监控拍下的画面，这个人他的衣着状态，是他吗？阿姨是这样，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我们怀疑诈骗您爱人高大华的人不是简单的诈骗犯，有点像，就是记不太清楚。有点像是哪方面像？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。阿姨，麻烦您仔细回忆一下，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您好，您仔细。差不多行了。她就是一普通老太太，遇到这么大事儿，一时想不起来很正常。她又不是嫌疑人。其实这个人，我可能也见过。就是他。以前常吃的，您尝尝。哎，儿子，公安那边，妈谢谢你啊。说你这狗鼻子还真灵。你跟你爸现在差了这么一点点，再多放一点辣椒就行了。妈本来还以为你跟我们没什么情感呢，挺好。这么看来，你心里还是有我们的。您和老头知道我生母她是怎么死的吗？我妈埋在那个雕像里边，老头临死之前去了蓬莱广场，这些都太巧了。当初把你抱回来，是你爸去办的手续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其他呢？中间人没有。啊，我不知道。你爸办什么事儿也不跟我说呀。我这一辈子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的性格你不知道吗？行，当我没问。咱吃饭吧。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不说开了，你能吃进去吗？我信您。那你信你爸吗？你信不信？不说了。我听你说，你怀疑你爸，你怀疑你爸跟你亲妈的死有关是吗？你怀疑我们都是坏人，对不对？妈，咱吃饭吧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把东西都拿给你看，我的结婚证，你的领养证。我的退休证我都找给你看，还有我工作之前我还有2份政审报告。不用。你爸还有一个电话本，那上面记着他所有喝酒的酒友、打牌的牌友，你挨个打电话，你去问问，你爸是个什么人？你伤哪儿了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儿子，
你起码那是命案，是命案，知道吗？命案水很深的，你让警察去查吧，回家吧，我和儿子回家。等我查完了，我就回家。蓬莱广场石狮巷内，2018年10月9日，无名女尸。我一直在找我真正的生日，我想知道我是谁。我想过无数种答案，想过无数种与母亲见面的场景，在四川的雪山，在陕西的旷野，在鼓浪屿的海边，我唯独没有想到过这种答案。20多年了，我怎么不冷啊？我是谁，快要有答案了。我找到了我的生母，或者说，她找到了我。为什么瞒我？你说我很好玩是吗？菲菲，别怪你爸，我是担心你处理不好眼前的这些事情，我才悄悄跟着你。我爸让你做什么都做，是不是？你说。你爸把他安置到这家医院，是怕他醒后闹事儿。这儿的院长也是集团出来的，都是老朋友，处理事情也比较方便。我们打点王丹周边的那些人，又要摆平王丹的那些事儿。我们就是想给你一个最好的婚礼。为我好，为我好就把我当猴耍是吧？菲菲，你爸做什么都是为了你，跟他好好聊一聊。王丹的笔记，你认得吧？小1个月前，你跟王丹说不再见面了，他来找我和菲菲了一次。写下了这个保证书，说拿够了钱就离开冰川。哎呀，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发生点争执，这王丹的手机就给摔了。这傻丫头啊，她就偷偷的把这个手机给拿回来了，想着修复了以后来偷看你们的聊天记录。那他这种人嘛，拿了钱那肯定离开了。事情都给你摆平了，你还有什么需求啊？好，外人的事情说完了，咱们来说家事。小杨，我们对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？你们对我很好啊。实话，实话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还对我们有所保留啊？就像刘冰他们说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就像块招牌，我就像曹孟德。我再怎么注意，你再怎么懂事儿，难免还是会有风言风语，难免还是会有隔阂。不然一个女人也搅不起那么大的浪。您别说了，这事是我输什么输？叫爸。我这个人做事情，历来是看本质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明白。股份我找曹律师尽快转回来。
还是没有抓住本质。你们还真以为是为了赵强那点股份逼着你们结婚呢？反了，我还要感谢这次股份事件呢。你们终于可以结婚了，这也是我一直期盼的。股份呢，你留着，将来在家里，在集团说话都硬气些。哎呀，小杨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呀，是有深厚感情的。那钱的事情可以处理，政商关系可以处理，男人那点事儿也可以处理。我们家做事的原则就是道义、感情。小杨，你爱菲菲吗？爱。菲菲，你爱小杨吗？哎，来，手给我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。你们两个从此以后，谁都不许再耍小性子。做丈夫的要关爱，做妻子要宽容，好好的生活啊。你知道不知道人从楼梯上摔下去有多危险呀？幸好是受伤了，那要是嗝屁了，那是多大的事儿！你现在那愁眉苦脸的，你再愁眉苦脸，那倒霉事儿就追着你屁股后面来了。我要是你啊，就找个庙去拜拜去了，烧烧香。你跟我说下场死，锻炼我。不光是锻炼，也让你吸取教训，让你以后做事儿啊，不要那么逞能了。知道。老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逞能吗？为什么呀？我没和老吴说过，我和他之间一直有层隔膜。我们很少聊母亲。我妈叫李红月，生了我的第3年，产后抑郁，人没了。老吴为她修了间小书房。我问过明叔，问过很多人，他们说我妈在集团最开始的时候是功臣，是这个城市的传说，是什么事儿都能办成的人。但在我心中，除了红月这个名字，我妈什么也没有留下。每周4晚上，老吴会躲在小房间里听歌，我妈唱的歌。那个房间，他从来都不准别人进去。我小时候进去过，后来为了老吴，我不去了。但是我依稀记得，妈妈曾经说过，孤单的时候，去听听雕像里的声音。你不可以死的谁，你可以去找寻你可以去追寻的人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遗憾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伤心。他如果还在多好，就能够见证你的美好时刻。你现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我们那代人能闯出来，要有胆子和手腕。所谓攻城容易，守城难。不过我看好你，因为你身上流的是我老吴的血，还有你这个强悍的妈。哎呀，我答应过你妈妈，要把我们的公主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嫁出去。
像咱们这样的人结婚，也是要演给别人看的。哎，趁现在没人，许个愿吧。和每年生日一样，结婚这次，我许了一个一样的愿望。老吴慢点变老，我快点长大。婚礼呢，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办，低调一点。咱们那些老朋友、老领导呢，在里边的包房摆几桌就行了。大厅呢，就交给他们年轻人去吧。媒体要注意，不能请，也不能进来。现在啊，能多低调多低调。这些事儿啊，都是菲菲自己操办的。菲菲长大了，她能处理好的。趁咱们现在能帮得动，多帮帮呗。等到以后帮不动了，那就看他们自己的福分吧。对，蓬莱广场是我们蓬莱集团的项目。吴小姐，认识她吗？10月9日，这个女人开着车撞毁了蓬莱广场的石狮像，当场死亡。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，只有一个闺蜜一针见血地说过我是个孤独的人。当时我说你放屁，直到我婚礼前的这一刻，我才知道闺蜜是对的。我要结婚了，我该不该去？这种时候我只打给你一个人，我只想听听你怎么说。你能不能就当做我在掷硬币，跟我说点什么？我以为自己把利益与情感分得很清，在这一团乱麻面前，我忽然犹豫。
小胡，婚礼正常进行。聊聊吧，别等警察都查清楚了，咱们一家人还蒙在鼓里呢。王丹不是走了吗？为什么要瞒我呀？小杨，坐。我们说的跟现实情况呢是有一些出入的，这事怪我没办好，有些毛糙。这样，婚礼的前几天，王丹找到菲菲，两人谈得很不愉快，结果发生了冲突。王丹摔了一跤，所以一直昏迷着。我后来到王丹的住处去打听他周边的关系，这是我在他床底下看到的，这是你和王丹的艳照，最重要的还有一本法律书，他就是想报复。也是我大意，没想到他醒了，结果出了那么多事情。林叔啊，把那些都烧了吧。好的，吴总。不对呀，就算是报复，他也应该来这儿啊。他去广场干什么呀？有一个事儿呢，一直没跟你们俩讲，是怕影响你们俩的心情。丫头那一推掉了王丹的一个孩子。医生为了保命，把他的子宫拆了。什么？你好好算算时间，应该不是你的。出这么大事儿，还让他们在这欢天喜地的办婚礼。一码归一码，这种人家结婚结的是脸面，下了大功夫。再说你又没证据。你怎么拦着人家呀？可是一个技巧，如果你想要查到东西，那就不能一上来就刺激对方的敌意。广场撞车，雕像底下藏尸体，这都是命案，警察会查清楚。但是王丹的伤瞒不住，大家可能都会受到牵连。与其3个人受牵连，不如1个人去。再说了，王丹这个事儿也不大。顶多算一个意外伤害。我去。你去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刚出院。今天是你结婚大喜的日子呀，小杨，照顾好菲菲，照顾好家。一会儿曹律师和他的团队会上来给你们2个做培训，教你们怎么做。怎么说？怎么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？我去，爸，我去吧。你不能去，警察的办案流程我了解，咱们3个都要去配合调查的。我知道，但这个事儿是因我而起的，我应该去。而且现在王丹不是重点了，这明显是冲我们集团来的。雕像里有尸体，这也可能是冲我父亲徐鹏来的。反正不管冲谁吧，都应该我去。怎么样，穿这身行吧？显得不刻意。你放心，你进去拖点时间，我和我爸会把白骨的事情弄清楚的。就是刚结婚，就又要分开了。
别感情用事。任何事情都要想清楚了再做，脑子要清清楚楚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走了。大高。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他不会回头的，只是做过培训，这点很重要。我知道。小杨这孩子挺爷们儿的，比他爸强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。你知道你丈夫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吗？徐志阳，除了自己承认的意外伤害和医疗控制，这雕像里的白骨到底怎么回事？徐志阳会怎么样？我丈夫会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先别激动。好了，停一下吧，你出去休息。菲菲啊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就记住2点就行了。第一，你所有的行为是出自于对你丈夫的担忧；第二，你不想说了或者说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哭。情绪是女人最好的武器。其余一切有我们呢。进来的。都办妥了。按照徐志阳的说法呢，他和王丹发生争执，撞了王丹，导致其受伤昏迷。随后，徐志阳控制住王丹，摘除其子宫。王丹醒来，策划报复，把尸骨撞出来。但是吴总有一点我不明白啊，向您请教。既然王丹想要报复徐志阳，那他为什么不去撞婚礼现场，反倒是去撞蓬莱广场的石狮子雕像，竟然还撞出一具尸骨？他是怎么知道雕像里有这具尸骨的呢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呀，孟队。这个问题应该问徐志阳。志阳，你用情感纠纷把事件焦点移开，我们利用这几天时间搞清尸骨的来源和王丹的意图，拟个方案，尽快把你捞出来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王丹的事我也认了，在我这儿顶多算是个情感纠纷吧。你知道雕像里有尸体吗？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建广场的人是你爸徐鹏，那你把我爸挖出来，你问他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调查了您女儿突然宣布结婚的前因后果，发现和蓬莱集团的发展历史有关。这么多年，名义上呢是您在负责整个集团的经营管理，但实际上背后的老板依然是徐鹏父子。既然集团出了状况，您也明知道徐志阳他的私生活有问题，
但还是选择把您唯一的女儿嫁给他。我想知道，作为父亲，您是怎么想的？沈云策，你的意思说，他们上一辈子就有恩怨，所以我爸现在要报复徐家是？小杨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不管他跟菲菲结不结婚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私事，也是我们的家事。蓬莱广场雕像里面到底有什么，我是真不知道呀。你确定不知道？我知道我会告诉王丹。就算我知道，那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把尸体处理掉啊？我会等这件事东窗事发吗？我会等一个定时炸弹爆炸吗？你丈夫自首之后这几天，你和你爸在干什么？蓬莱的太子爷在婚礼上被警察当众带走。冰川就这么大，流言四起，总要花点功夫去处理这些事情吧。你家管家赵天明呢？他重要吗？这几天我们通过调查发现，赵天明并没有去过集团办公室，也没有管过蓬莱广场的资料，而是去了医院，王丹住院的地方。他试图删除一段监控录像。我呢，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商人，给员工打工，给企业打工，给社会打工。蓬莱能有今天，是赶上好时候了，要感谢这个时代。听说你爸前段时间复发昏迷过一次，糖尿病并发症，这和王丹有什么关系吗？表面上确实没有，但你爸这次昏迷是装的。你爸这次装病，你知道吗？大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老板家的姑娘特别爱吃这个，但她今天有点急事儿，我怕来不及，所以想给你换一换。这是我多买的卤肥肠。行。哎，兄弟，我要是你，老板的事儿没办妥，就不急着回去。给他们父女俩单独聊聊的空间。哦，您放心，饭菜我的人帮您送去了。陆小姐，你明说有点事耽误了。我们就在附近，你想聊聊我随时。我手机留。等会儿，雕像里的尸体你知道是吧？有些事情呢，水太深了，我跟志阳商量过了，你还是不要知道了。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这种杂事儿啊，我们来办就行了。局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我必须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雕像里的尸体呢，是一个工人的家属，他刚好去工地出了意外，被那个石头砸了头。当时集团刚刚起步，你徐叔叔呢又借了一大笔高利贷，这个事情要爆开了，集团就完了。所以你徐叔叔呢就瞒着所有的人，给工人们放了个假，自己一个人把这事儿给做了。你当时都知道这个事儿吗？没有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那是条人命啊，爸。
那些事情你没经历过。我跟你徐叔叔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人，都是被人、被事推动往前走，没有回头路。提问。回答。吴国豪到现在都没动作，说明什么？他这任务我还真有点看不懂。说明有一种可能性，王丹撞车跟吴国豪有关系，他在瞒着吴菲菲。那王丹醒来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在你们婚礼的前2天醒过来的，他跟我开条件，开的是非常的离谱。我要是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心情结婚呢？说点正事儿。警察还跟你说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装病？警察说的话你也相信啊？他们是诈你的，当务之急。关键的是，知道尸体的位置，又让王丹去撞的人，他是谁？什么目的？他在哪儿？我们到现在完全是蒙在鼓里的。好饿呀，师傅。饿着点好，饿着点精神。师傅，你不是总说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吗？一码说一码。哎呀，你盯着，我眯会儿。且得等着呢，尤其是父女之间。半个小时以后叫我。好的。听警察的意思是你教唆的王丹，然后让徐世阳去顶罪，这样徐家就被一锅端了。真要是按照他们说的那样，我还用得着等20年呀？不管你徐叔叔做了什么事情，到最后我必须扛。我们家做事的原则就是道义、感情。喂，喂，想问我，心愿一句。进来。老板，菲菲出去了，要跟吗？哎，算了，由他去吧。一个人做正确的选择不容易，但是我相信你不是颠倒黑白的人。现在是法治时代，一切隐瞒只会作茧自缚。把疮疤揭开，你才能真正的保护吴先生，保住蓬莱集团。给我点时间行吗？如果我爸真有问题，
我送他去配合调查。爸，我去找警察了。我给你看的录像，是小杨被带走之前我们对他的培训，你看完就懂了。我跟王丹提出分手，他不同意，后来我们起了争执，他要打我，我就失手把他推到楼梯下，就昏迷了。有关雕像里的事故，你还知道多少？说话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呢？曹律师，现在开始第二环。好。爸，不是说好了我去吗？你是第一环。以我们对警方的了解，第一个自首的人，他们肯定会怀疑，所以我们准备了第二张牌。你自首之后，我们会逐步的把线索放出来，让事情看起来像是吴总恨徐家已久，因此教唆王丹撞车，逼你自首，一箭双雕，打击徐家2代人。警方的思路重点不是在王丹的意外伤害上，他们是非常想知道雕像里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很快就会查到集团，查到我头上来。我去换你出来，不然他为……你听我说完。王丹是局外人，他去撞雕像肯定是有人指使他去的。这个人是谁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还要干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很危险。只有我进去了，才能给你跟菲菲多争取点时间来应对。明叔在外面也会帮你们找到这个人。爸，还是为了蓬莱集团，活出我这老命去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杨，你别太有压力。这么做，不光是为了集团，不光是为了你爸，为了我，是为了菲菲。事实上，存在对王丹伤害的，只有菲菲。老爸替女儿去顶，这是天经地义的嘛。小杨，你爸走了，我也老了，是该把集团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你现在是顶梁柱，以前我有什么做的不周全的，你别怪爸。哎呀，好了，男子汉了，抓紧时间，继续吧。为什么这些事情非要等到今天才告诉我？早点说不行吗？因为你演技不行啊，就你的演技，怎么能够把那些人搞定呢？你呀，外表坚强，内心太柔软。对不起啊，丫头，我是骗了你，但是我装病，不仅仅是想促成你跟小杨的婚事。其实爸爸老了，身体也不行，我要把你们推到前台，担起重任。这叫什么来着？你这叫老谋深算，用词非常准确。你还知道？对，老谋深算的啊！胰岛素泵，你买好了。哎呀，我闺蜜曾对我说，
谢幕，我有个90分的家庭，当时我说你不懂，有多少分的家庭就要承担多少分保护家庭的责任。可是我还是搞错了这份责任。爸，你说在那个年代，没有回头路的人是什么样的？这么多年了，时间有点久远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要守的不只是一个家，我要做的不只是女儿，不只是妻子，是一个为了守护珍贵的东西，没有回头路的人。吴小姐，您和您的父亲可以回去了。我爸和你们说，说了，徐志阳也说了，认为您父亲针对徐鹏，所以怂恿了王丹。但是我们可以走了。你们3个人只有口供，没有证据。徐志阳暂时以情感纠纷处理，他近期不能离开看守所。尸骨那边如果有新的情况，还是需要您父亲过来配合调查。吴小姐，照片上这个人，您见过吗？